気持ちいい。我看这一队跑步的差不多也就是中学生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已经冷身回来了，又跑了7公里。今天我突然想，先把想说的放在前边，之后大家再看训练，省得不想看训练的小伙伴再去快进了。先给大家看看数据，我就说这一圈多少秒，一圈就是400米。今天的课表是12个400米，第一个400米71秒3，第二个400米73秒05，第三个400米73秒1，第四个75秒13，第五个74秒76，第六个74秒31，第七个74秒81，第八个73秒48，第九个74秒24，第10个74秒01，第11个75秒34，最后一个69秒23，可以，最后一个跑进了70秒。就这么大的壶的水，这已经是第4壶没有了，太热了。今天的整个的补给是这样的，训练之前我吃了1小片白面包，大概有个今天那小可能不到100千卡，然后训练中一个60多千卡的能量胶加一壶麦盛那个有糖电解质，差不多一共是100千卡，等于今天整个从早晨起来到现在200千卡的热量吃进去。然后跑了热身6公里，然后12个400，中间间隔1分钟，然后又7公里冷身，然后回家吃早饭，差不多这节奏。就这种训练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最后那一个400，对，还是那句话，在训练场上我从来没让自己失望过。今天第一个400跑到2分59的平均配速，我说坏了，我说万一最后一个顶不上去怎么办？其实跑完第11个的时候是有点不行了，已经腿都有点软了。最后那一个400米可能结束之前都有点踉跄了，但是这种你说最后那一下对你这些硬件有什么用吗？今天那位刘先生比我大4岁，我们就说就这个年纪了，你说有什么用？真的不一定有什么用了，就是您维持让自己不掉就好了，肯定是有用，维持自己的速度能力，让自己有这速度感觉。你想我最后那一个400米的平均配速是253，我在这个季节我满意了。春秋的时候能跑到最快的时候跑到246，就我满意了。在这个配速下，我会觉得脚有点不稳了。那以前呢，我可能是3分20的配速，脚就觉得不稳了。那现在如果跑3分30、3分40的配速，我会觉得很稳。也就是这样，它是会有用的，但是我觉得更有用的，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这儿。今天另外一位观众，大学生，场地钉鞋5000米能跑16分50。但是半马还只跑个118，我就说你这个不是你的最好成绩，肯定你还能更快。但是大部分人在半马赛场上还是把它当一个马拉松在跑，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有距离在跑，就是拼不下来。这还是我节目开头说那句话，就是你看我们看那些无论是极限下的求生还是什么英雄这些那些，你说他之前有过系统的训练吗？肯定没有，对吧？他有耐力储备吗？可能有一点点，但是在困境下、绝境下，人家能逼出那个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屏幕前的各位和镜头前的我们经过这些训练，我们身体里蕴含的能量和能力是比我们现在的成绩要好的。为什么没有达到呢？是因为要不然我们不够自信。就像我总说，运动员其实有一点很幸福，就是有一个了解他的教练一直带他，会跟他讲你现在什么水平，你就可以这样，他就会放心。我们第一缺乏这个，更缺乏的就是在赛场上的不冒进的拼搏精神。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观点，赛场上是应该略微有一点点冒进的，安全第一就好了。我现在我可以说我差不多我的10公里、我的5公里、我的半马，差不多拼的可以拼到我几乎我的极限。全马我还差很多，对。但是很多朋友其实我知道的，可能5公里、10公里可以，半马就不行了。这些就是今天这种训练对普通人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的意义。
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16号，星期三清晨5点40，又是周三合练的日子。今天的课表是12个400。哎呀，今天这种12个400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又期待，又有点紧张，又有点害怕。其实我分析，紧张和担心的原因不在于说你有多累，而是担心最后那几组的那种，就是感觉已经拼尽全力，但是还是要拼的那种感觉，是这么个事儿。原来其实不这样，原来跑间歇或者跑变速，觉得就是累，因为不管是自己跑还是我，比方说1-2年前跟大家一起跑，没有这种体会，因为很少有那种就是像现在这种真的拼尽全力的感觉。这事儿就跟那天我说就是心理建设一样，我总说你说半马。我能那样顶，或者我的5公里的场地赛，5000米的场地赛能顶到193的心率，它不是说我就豁出去了，我就这么干就可以的，对，要否则的话，那谁都是英雄了，对不对？怎么称呼？你介意被拍到？不介意。刘先生，从哪来？从北京来。北京来。我看您比我年长。年长，我虚长4岁。那您太客气。我当时看您那个视频，我就看见 B 站的所有的跑步 UP 主都是在5公里破20啊什么的，只有您在那个是大概5分多的配速。哎，我说这个选手水平差不多嘛，我跟着他一起跑。谁知道越深入看越觉着跑了几年，发觉不一样。我3年吧，32年开始跑，已经破3了。40岁以后才开始跑步啊？对，40岁那不容易。以前有基础吗？没有，那厉害了。就是看您的视频一直鼓励着，那厉害了。我想跟着您的这个节奏一直在走嘛，5分多钟，谁知道是高手。过奖。北京在哪？顺义。3、准备走了。走。今天12个400米特别艰难，我全程都录下来了。剪辑的时候，所有跑步的画面我都没有剪掉，所以想往后看的小伙伴，大概快进到23分钟左右吧。好快呀！2分59，还压抑，nice pace。2分59，我就感觉这2个臀部后外侧的肌肉觉得压力特别大，对吧？干，休息60秒，还有17秒，干。哎，走。
哦，3分02。哦，这速度可以了，这是我几年前梦想觉得不可能的速度。如果是3分的话，100比就是0.3，400比就是1.2，就是72秒一圈。还有10来秒，又该下一组了。走。すみません。3分02，今天有点快。昨天虽然暴晒，但是天儿还行。今天又开始了那种闷热，喘不上气来。但是昨天我睡得不错，前提是前天没睡好，所以都是后期找补。还有10多秒。哦，对吗？三。3分08。其实你说3分08跟3分02有多大体感差距吗？一点点，该累还是累。冲的那个卖售的有糖的电解质。我还带了一个胶，就是这差别是多大的差别呢？就是我分享起跑那100多米，没有那么顶，就不全力负冲出去，但是后边该加速还是加速。但是这个就是你前面打了一个底儿，后边就不一样了。准备。
哎，307，这组开始有点不行了，来到，哦，走，3分05，还到，很容易冰水降降温啊！准备还有7秒。哎，那下回来了。哎。走。走。3分08，哎，3分08，哎呦，不知道多少，0.8乘以4，2.4，74.4秒，75秒一圈。这也是之前的梦想了。我之前梦想说，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人家76一圈，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高2体训冬饭跑了一400米，最后跑死了，1分06，这66秒。走。
3分02。我决定把能量胶吃掉。肚子太大。慢慢来。还有10秒。哇，2、3、4。哇！3分07。现在穿的这个能远方5。一会儿跑完跟大家分享感受。我现在心率还160多，不常见。哎。第10个结束，3分04。对，我有点经常记错，还有2个。3、2、1，走。
3分08，我心率180多。就是什么时候发现心率400米能冲到顶儿，就很顶了。一般冬天我们跑这种，跑到最后心率也顶不到最顶。跑30秒，勇敢，最后一组，勇敢，注意安全。我还有10秒。啊，走。走。nice， 2分53，哎，盖子，2分53，小伙伴们，可以吧？刺激！気持ちいい。待会儿再聊。刘大哥跑完了，怎么样？最后一个跑多少？看不会用，不会用，这是我新买的，太棒了！加油加油，刺激吧！在北京自己练还是自己练？没有这感觉。我们小地方找不到组织，没有这种感觉。顺义什么地方？顺义是在城区，但是也找不到集体练的组织。介绍，当时就是信了博哥的邪，有腿就行，300就够了。结果我听说了，他是300、400、500，退出成本太高了，就索性就不退出了。但是刘大哥41岁开始跑步，现在已经破3了，没有训练基础，特棒。昨天是那个什么博主，昨天还是在群里听别人说嘛？不是吗？就是他的忠实粉丝，跟着。您是问我吗？对啊，昨天他们有人在提到你嘛？啊，他是博主。对啊，知名博主。对，我看看啊，他们昨天在跟我说，博哥是吧？对，你好。来，可以。哎呀，知名李博主。您从上海来的吗？对，另外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双龙卷风5。这双龙卷风5跟龙卷风4有一些区别，我就说我主观的感觉，它比龙卷风4更韧弹一点，对，龙卷风4比它更清脆一点，个人感觉，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好久没回评论了，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好吗？有想聊的，大家评论、弹幕都可以，我会整理会看，好不好？那就这么着，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